夜12点加班时，我们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，有杀人狂进入大楼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，一时间大家都愣了愣。坐在我旁边的王哥率先笑出来，这是谁搞的恶作剧？就想让咱继续加班是吧？他伸了个懒腰，不管了，我要回家了。王哥拎包下班，然而40分钟后，一个叫小美的女孩冷不丁地说：“不对，王哥为什么还在附近？”她刚刚想用蓝牙给旁边的同事传文件，结果搜索附近可共享的人时，发现了一个老王，这是王哥的手机。小美的神色变得不安。王哥不是40分钟前就下班了吗？按理说，他现在应该要么在回家的路上，要么已经到家了。但此刻按照蓝牙的搜索距离，他甚至没有离开我们这个楼层。联想到刚刚那条短信，大家的脸色开始变得有点不好看。有人说，会不会是去厕所了？老板刚从厕所回来，厕所没人。不知道是谁开了个不合时宜的玩笑。不会那个进来的杀人狂就是王哥吧？现在就藏在暗处，准备杀了我们。一个身穿棒球衣的高大男孩立刻接话：王哥是杀人狂？那太好了，我能一拳干爆一个。这话一说，大家都笑起来，因为王哥身材矮小，体型瘦弱，换桶水都需要别人帮忙。老板说，估计小王就是把手机落在这里了，你们帮他找找，明天给他。棒球男立刻给王哥的手机打了个电话，想听铃声来判断手机的位置。电话拨通，四周一片寂静。静音了。棒球男嘟囔一下，挂了电话。就在我们打算继续帮王哥找他落下的手机时，棒球男的手机突然叮了一下，王哥发来消息，什么事？我们愣住了。棒球男愣了愣，给王哥发，你在哪呢？王哥回复，我刚到家。怎么了？看到这条消息，棒球男气不打一处来，还骗呢？我们都搜到你的蓝牙了，你在哪儿藏着呢？他打到一半，正要发送，手机却突然被小美抢了过去。别回，这个发消息的人不是王哥。小美抬起手，指着聊天界面，你们看，王哥平时发消息从来不打标点符号，句子之间都是用空格隔开。大家全都愣了愣，各自打开手机翻了翻，的确王哥之前不打标点的。棒球男挠挠头，也许是他偶尔改变习惯呢。我思考片刻，拿过棒球男的手机给王哥发，我有2箱水果要搬回家，本来想让你开车捎我一下呢。王哥回得很快，刚才怎么不说明天吧？棒球哥松了口气，你看这句不就没标点了？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脸色同时变得非常难看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们2个刚和王哥闲聊过，他抱怨自己的车昨晚被追尾了，送去维修，这周都得坐地铁了，所以他开不了车。刚刚发消息的人一定不是王哥，而最可怕的是，上一条他还带标点，这一条就立刻不带了。这说明这个人他听得见我们说话。这个大厦新建成没多久，我们在12层，整层只搬进了我们这一家公司，其余都是空房。此刻这个拿着王哥手机的人，很可能就躲在隔壁的某间空房里监听着我们。我和小美在纸上写下了自己推论，拿给同事们看，大家的脸色全都变得煞白。一个戴眼镜的男生胆子小，此刻已经瑟瑟发抖，他在纸上写，我们报警吧。棒球男立刻反驳他，你怎么跟警察说？收到了一条恶作剧短信，还有几条有标点没标点的微信。棒球男在纸上写，去监控室就一清二楚了。监控室可以看到王哥去了哪里，也可以看到整层楼的情况。如果真的有凶手潜伏在这一层，只要查监控就能看到他的位置。棒球男起身就要去监控室，但是突然被小美拦住了。小美用自己的备忘录打字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任何人都不要单独行动。的确，如果真的有杀人狂潜伏在这里，那落单的情况无疑是最危险的。棒球男有些不屑，因为他身材高大，浑身都是肌肉，只有别人怕他，没有他怕别人的份儿。然而小美已经分好了组，我们留在公司加班的一共有6人，老板、王哥、棒球男、眼镜男、小美和我。现如今王哥不知所踪，还剩下的5人里，棒球男和眼镜男一起去监控室，剩下3人在原地等候。棒球男提出，眼镜这么怂，还是算了，老板跟我一起去吧。眼镜男本来就害怕，闻言更是求之不得，一个劲儿的往后躲。于是棒球男和老板一起打开公司的门，走进了昏暗的走廊中。在小美的要求下，棒球男还拿手机连着视频，给我们实时直播他们看到的情况。走廊里黑沉沉的，我们的办公室在最北端，监控室则在最南端。过去需要穿过整条走廊，在经过楼梯间和电梯间的时候，老板和棒球哥都查看了一下，不查看不要紧，一查看，我们的心同时跌落谷底。电梯停运了，显示板上一片漆黑，而楼梯间的大门则被关上了，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我和小美对视一眼，同时掏出手机报警。然而不管我们怎么拨，手机里都只传来嘟嘟的占线声。我又试着发了几条微信，我能够将消息发送给小美，但是当我试图发给外面的朋友时，消息就始终显示正在发送的圆圈，有信号屏蔽器。小美倒吸一口冷气，
这个人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。老板和棒球男终于到达了监控室，从视频连线中，我们也能看到监控的整个画面。眼镜男几乎是无法抑制地发出了一声惨叫。王哥，那是王哥，王哥已经死了。他倒下的位置离监控摄像头很近，而他的位置就在我们隔壁的空屋，与我们只有1墙之隔。尸体已经找到了，那么凶手呢？监控室中几十个显示画面中全都空空荡荡，整层楼除了死去的王哥和我们5个外，并没有别人。也就是说，要么这个杀人狂是个鬼魂，要么杀王哥的人就在我们这些人当中。而就在同一瞬，手机里突然传来棒球男惊恐的喊声：“老板，你干什么？”下一秒，视频连线断了。几秒钟后，走廊那端突然传来了一声重响，响声之大，让所有人都狠狠哆嗦了一下。随后，微信群里弹出了棒球男的语音，他喘着粗气：“老板刚刚突然想杀我，还好我力气大，反应也快，他被我反杀了。我现在回去，你们都还在公司里吧？”随着语音一起被发到群里的，还有一张照片。监控室内，老板倒在地上，我强忍着恐惧，想要回复棒球男，然而小美一只手突然抓住了我。棒球男在撒谎，看出不对劲了吗？我狠狠抖了一下，我明白了，如果老板是在想要偷袭棒球男时被反杀，那么他应该是迎面被棒球男击中，但此刻老板的伤口是在脑后，所以老板根本没有偷袭棒球男，而是棒球男在老板看监控的时候偷袭了老板。旁边的眼镜男盯着前方，一个劲儿的喃喃：“都在撒谎，都不可信。”而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，远远地响起了脚步声。棒球男回来了。电光石火之间，眼镜男突然打开门，把我推了出去。小美发出一声尖叫：“你干什么？”小美想要后退，然而已经晚了。眼镜男将她也推出了房间。接着，眼镜男重新锁了门。安全了，这样我就安全了。眼镜男隔着玻璃冲我们露出神经质的笑容。来不及了，小美拉过我。他不会给我们开门的。我浑身发软，而下一瞬，棒球男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走廊的远处，他的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。你们怎么出来了？黑暗中，棒球男问我们：“你们为什么在发抖？是害怕我吗？”他露出牙齿笑了笑：“有什么好怕的呢？你们又不是老板。”他扬起了手中的球棍。所以啊，我不会让你们死得那么难看。小美推了我一把：“快跑，我们分开跑。”我转身，不要命地朝前跑去。下一秒，我便听见棒球男也跑了起来。他的猎物是我还是小美？我穿过整层大厦，跑到了最南面。监控室门敞开着，地上躺着的是老板。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钝器的重击声，伴随着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。我的心骤然跌进了谷底。是小美被眼镜男抓住了吗？随后脚步声再度响起，他现在来杀我了，躲不过去，根本躲不过去，除非从楼上跳下去。等等，我知道自己该躲去哪里了。棒球男来了，拖着球棍，我屏住呼吸，用尽全身力气克制住自己不要发抖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之间的距离连3米都不到。走过去，快走过去！我在心里祈祷。眼看着棒球男就要从我身边走过，他却突然停了下来。我看到你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出来吧。”那一瞬间，我吓得几乎心脏停跳。片刻后，棒球男动了，他凑到监控室的显示屏前扫了一眼，没有发现我的身影。不可能啊！我听到他低声喃喃：“难道他跑这么快，已经到厕所了？还是说他又回公司了？”厕所是这个楼层唯一没有摄像头的死角，而公司里有桌子，人可以躲在后面避开摄像头。棒球男嘟囔着走了，在确认棒球男确实已经走远后，才猛地坐起身来。垃圾从我的脸上滑落，我大口呼吸着，我赌赢了，这是我唯一能躲过棒球男搜查的办法。棒球男不会想到，这具倒在血泊里、脸被垃圾盖住的尸体不是老板，是我。他没有想到我会忍着恐惧，换上老板的衣服躺进血泊，而真正的老板被我剥下衣服后，从12楼的窗口推了下去。看了一眼监控，我立刻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正在由大厦的北面向南面移动，准备回公司。而最南面，也就是我们的公司里，眼镜男正在试图把毛毯系在一起，变成一条绳索。我心里一动，眼镜男想跳窗，只要他能到第11层，就可以从窗户进去，然后从第11层逃生。我也必须想办法离开这一层。平缓了一下呼吸，我走出了监控室。路过楼梯间的时候，我再次试着推了推门，还是不行。2道门中间挂着一把 U 型锁，顶多只能推开不到10厘米的缝隙，人根本无法从中穿过。等等，这把锁很熟悉，我想了起来，这把锁是王哥买的。老板说公司的大门最好再加1道防护，于是王哥就下单了这种最传统的 U 型锁，今天早上才到货。为什么王哥的锁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层楼门是王哥所住的？或许自己应该去检查一下王哥的尸体。我悄悄潜回了大厦的南面，远远的我看到了棒球男的身影，他站在我们公司的门口，望着玻璃门内。下一秒，棒球男举起了球棍，砸在玻璃门上，一下再一下。棒球男没有看见我，他的注意力正在被门内的眼镜男吸引。你宁愿掉下去摔死，也不愿意死在我手里吗？
趁着二人对峙，我飞速地潜入了隔壁的空房。王哥的尸体仍然停在那里，有2样东西不见了，一样是他的手机，另一样是他随身携带的钥匙串。我起身，觉得某些真相似乎在朝我逼近。然而就在我想要继续思考时，窗外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，眼镜男跳下去了，他的腰间系着绳索，悬挂在12层和11层的中间，整个人浑身发抖。慢慢的，他把自己往下放，而同时传来的是公司大门处的玻璃碎裂声。眼镜男尖叫一声，他加快了手中的速度，而就在下一秒，棒球男已经来到了窗边，他飞速地抓住了绳索，手中拿出一把刀，一刀下去。下一秒，眼镜男突然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，他整个人从11楼窗口掉了下去。眼镜男死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要成功了。这时门口传来了砸门的声音，球棍砰砰地砸在门上。林岩，我发现你了！我不断地往后退，一路退到角落里，只要这道门被撞开，就是我的死期。然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撞门声突然停了，外面重新变得很安静。我以为棒球男砸累了，只是短暂的休息一下。然而5分钟过去了，10分钟过去了，20分钟过去了，门外再也没有传来任何声响。我走上前去，从门缝往外望了望，外面的走廊黑漆漆的，没有人。然而下一瞬，我便意识到不对，后退一步，我缓缓趴在了地上。下一秒，我和棒球男的眼睛对上了，他并没有离开，而是趴在地上，死死地盯着我看。我发出了一声惨叫：求求你放过我吧！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人？我没有得罪过你，我真的没有得罪过你啊！外面一片寂静，棒球男并没有做任何回答。突然，我觉得似乎有点不对劲，棒球男刚刚看我的眼神好奇怪。我趴下去，再一次的和棒球男对视了，他的眼睛仍然一眨不眨地盯着我。半分钟过去了，1分钟过去了，他始终没有眨动一下眼睛。我意识到他不会再眨眼了，他死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自己打开了门，黑色的血从他的鼻腔和嘴角流出来。棒球男像是中毒了。我来到了隔壁，玻璃门已经碎了，这里唯一多了的东西是一个饮水机旁的纸杯。棒球男刚刚在目睹了眼镜男坠楼后，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。我蹲下来，在饮水机的冷水出口旁闻到了一点刺鼻的怪味，棒球男很可能是闻不到的，他球棍上的血腥气太重了，压过了其他的味道。是谁做的？是谁往饮水机的出口抹了毒药？我拿出了棒球男身上的手机，打开短信界面，下一秒我的呼吸停跳了。12点整，棒球男和我们所有人一样，收到了那条消息：有杀人狂进入大厦，请不要擅自下楼。但是在11点40分的时候，棒球男还收到了来自同一个号码的短信：恭喜你被选中成为杀人狂，定金已经打到你的银行账户。如果今夜除了你外，没有别人从大楼里活着离开，那么你将额外收获1000万元的奖金。与这条短信一同被发进来的是银行的短信，显示账户进账10万元，备注定金。这就是棒球男杀死所有人的理由。在收到提醒短信的20分钟前，他收到了杀人的短信。游戏开始时，他已经是个卧底。那么这个游戏中，卧底只有一个吗？我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掏出老板的手机，我看了一下，12点进来一条短信，在之前11点50同时进来2条短信。原来如此，我终于触摸到了这一晚的真相。突然听到后面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：林岩，你还活着？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小美。小美没有死，在离开公司的那场追逐战里，她被棒球男的球棍扫到了左臂，整条胳膊瞬间不能动了。在她倒地后，棒球男扔下她，开始搜寻我，而她强忍着疼痛，爬进了厕所，躲进了洗手池下的死角里。小美说：我等了很久，棒球男一直没有出现，附近也没有脚步声，我就出来看了看，果然他死了。我怔了怔，你知道他会死？小美说：是我往饮水机里下的毒。听到这，我神经再次紧张起来，赶紧将自己手机上的短信内容藏了藏。看来今晚的游戏还没有结束。长失踪后的第3天，群里发了一个群公告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同学不可以离开校园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，并附上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班长一脸惊恐地往前跑，仿佛身后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追他，可是后面分明什么也没有。下一秒，班长的身影凭空消失在了黑暗中，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响起，伴随着班长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视频在这一刻戛然而止。看完这段视频，寝室里爆发出室友高分贝的尖叫，平时不怎么聊天的班级群也瞬间被疯狂刷屏了。视频的拍摄日期显示是3天前，很显然，失踪的班长恐怕已经遭遇不测了。室友宋妍从厕所里跑了出来，哆哆嗦嗦地说道：这视频是怎么回事啊？班长他死了吗？小美皱眉道：你们看，视频被撤回了。虽然视频被撤回了，但是群里所有学生都已经看到这段视频了。群里的聊天依旧在不断刷新，大家都在议论班长的死因，还有人提议要报警。这时我点开群公告看了下上面的内容：封控期间，所有学生不得离开学校，请所有同学佩戴好口罩，注意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2.
校园广播拥有绝对命令，请遵守广播里的话。3. 寝室绝大多数是安全的，除非你的室友开始谈论一些你听不懂的话。4. 寝室楼没有电梯。5. 9点之后不要在宿舍内照镜子。6. 如果发现室友趴在桌子上睡觉，一定要叫醒他。7. 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8. 10点之前必须回到宿舍楼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9. 学生之间不得发生暴力行为。这些规则实在是太古怪了。就在这时，刺耳的电流声响起，校园广播里传出了班长的声音：同学们晚上好，学校因突发情况临时进入封控状态，请所有学生在10分钟之内来到操场进行核酸检测。核酸检测相关事项，请各位同学参考班级群公告，不遵守规则的人会赶。我的脚底升起一股凉意，群公告又多了一条关于核酸的规则。操场没有第4个核酸点，每个核酸点排队人数限制为20人。我看了一下时间，现在是晚上9点10分，操场离宿舍大概5分钟的距离。如果按照正常步行，所有人都能9点15来到操场。我来到了窗前，往外望去，以前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在操场活动的学生，但是现在我竟然连操场的轮廓都看不到，只能看到一片浓稠的黑暗。群里的同学们都慌了，走廊上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还有密集快速的脚步声。其他寝室的人出门做核酸了。宋妍已经打开了门，扭过头疑惑地看着我：酱汁，快点啊！小美也在催促我。我突然愣了一下，刚刚我分明听到了一个声音，笑声。我强压下内心的异样，走出了房门。突然前面一个寝室门开了，3个女孩子手挽着手走了出来。这几张年轻的面孔我有些眼熟，每天都能看见，但却从未打过招呼。她们看见我们，对我们笑了一下，但我却隐约觉得哪里有一丝怪异，具体是哪里奇怪，我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宋妍是个社牛，这一层寝室的人她几乎都认识。她刚想走上前和他们说几句话，我猛地扯住了宋妍的手臂，冷汗从我额头滑落，我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了那句话：你们还记得我们寝室里的门是向外推开的吗？我当然记得啊，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？这时小美脸色难看的压低声音说道：白痴，你没发现他们刚刚是朝里拉开的门吗？那3个女孩还站在我们前面不远处，微笑地看着我们。她们从刚刚开始就没有眨过眼睛，一直在直勾勾地看着我们。快点走啊，不然要赶不上核酸了。3个女孩异口同声地说道，除了声音不一样之外，音调竟然出奇的一致。这下连迟钝的宋妍都开始觉得不对劲了，她颤巍巍地说道：他们是怎么回事？请小心那些黑暗中的生物。我低声说出了这条规则。3个女孩的身后是无边无际的黑暗，而且她们似乎没有影子。注意到这点之后，我的后背窜起一股冷意。其中一个女孩看着我们缓缓说道：你们怎么不走了？她的嘴角翘起一个夸张的弧度。怎么办？宋妍快要哭出来了。小美抓紧了我的手，等不到我们的回答，女孩们开始慢慢朝我们靠近。她们3个人走路的姿势，甚至迈开的步伐，全都丝毫不差。随着我们之间距离的缩短，女孩们脸上的笑容越发明显，眼角夸张地上扬着。可是我们身后已经没有退路，只有一面墙壁和镜子，唯一可以躲藏的地方是寝室。我用力地回想，冷静点，酱汁，一定有什么被你忽略掉的细节，想起来，快点想起来。我快速扫了2侧的寝室门。小美焦急道：快点，我们快回寝室。我被小美往寝室的方向拽去。我低头看了一眼她的手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细节，就在小美打开寝室门让我们快进去的时候，我一下子推开了小美，猛地拽上宋妍的手，往镜子前撞去。酱汁，你疯了？那是镜子啊！宋妍大叫。就在我们要撞上镜子的那一刻，周遭的场景倏然变化，我们回到了寝室内。宋妍大口喘着粗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我说道：怎么回事？你不是带着我往镜子里照吗？我们怎么又回到寝室了？小美奇怪地看着我们，似乎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恐惧。你们刚刚是怎么了？我喊你们走，你们却像中邪了一样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宋妍听到小美的话，彻底傻眼了。我快速地解释道：还记得那条规则，9点之后不能照镜子吗？但群公告发布的时间是9点10分。宋妍，你当时是不是在厕所里照镜子？对，我当时确实在，所以我们违反了规则。寝室的门开的方式是相反的，寝室2侧的门牌号也是倒着的。小美抓着我的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手上的痣，她的痣是在左手上，可是她抓着我的是右手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小美不是真的，我们之前是在镜子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校园广播再次响起，请所有还未做核酸的同学立刻到学校操场进行核酸。我暗道不好，现在是晚上9点15，我们离核酸剩余的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。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跑到了学校操场，操场上早就排起了长队，从左往右数，有4个核酸点，前3个核酸点都排满了人，只有最后一个核酸点孤零零的。最后一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，她
他低垂着头，看不见脸，给人一种非常阴沉不好的感觉。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没有去第4个核酸点。我数了数人数，发现中间2个核酸点队伍都排满20人了，只剩下第1个刚好有3个位置空出。小美说：“我们去排队吧。”这时我迟疑的开口道：“怎么样才算是最后一个核酸点呢？如果从左往右数，最右边的就是最后一个，但如果顺序是从右往左呢？那么第4个核酸点就会变成第1个。”核酸排队时间只剩下了半分钟，我们必须做出决定，是第1个还是第4个？宋妍和小美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，我后背绷得很紧。20秒，15秒，突然天空闪过一道惊雷，此时操场上的路灯似乎突然出现了问题，一瞬间操场陷入了黑暗，周围响起了短促的尖叫声。终于我发现了异样，操场上的光线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第4个，我大吼一声往第4个核酸点跑去，宋妍和小美紧跟着我，其他学生都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们。不是说了不要去第4个核酸点吗？第1个队伍还有空的位置啊！你们不觉得第4个核酸点的那个工作人员长得怪吓人的吗？人群里发出了好心的提醒声，我没有理会他们。最后1秒，我们3个站在了第4个核酸队伍里，近距离面对这个女人，我整个身体都止不住的在颤抖。女人的头发仿佛很久没有梳过一般，我感觉到了一股难以言喻的恐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一开始的决定是错误的。张开嘴巴。女人的声音格外嘶哑难听，我胆战心惊的张开了嘴巴。好在核酸的过程非常顺利，我刚要离开的时候，女人却突然用力地抓住了我的手，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的心脏跳得飞快。下一秒，她松开了我的手，我的掌心里多了一张纸条。下一个。女人再次低垂下了头。我们顺利做完了核酸，我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你其中一个室友是假的，小心他，切记他早已被感染。我后背一阵发冷，我扭过头看着身后站着的2个室友，陷入了沉思。宋妍好奇的小声问我：酱汁，你怎么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核酸点？我的眼神移向了第1个核酸点，解释道：还记得刚刚操场短暂的停电吗？那时候操场短暂的停电之后，我看不清所有人的脸，但唯独只有1个人的脸却是能看清的。第1个核酸点的工作人员的脸是微微发亮的，这根本不可能是正常的人类。听完我的话，宋妍一脸恐惧道：那这些排错队伍的人……这时异变发生了，第1个核酸点做完核酸的一个男生突然涨红着脸，捂住了自己的喉咙，发出了嗤嗤的声音。下一刻，他发出撕心裂肺的呕吐声，吐出的呕吐物里全是密密麻麻蠕动的黏腻的虫子。好痒，好痒啊！男生使劲地抓挠自己的皮肤，我头皮发麻到了极点。他显然痛苦到了极点，这骇人的一幕让很多人发出尖叫声，但很快又有人痛苦地开始抓挠自己的脸。他们的症状和死去的男生一模一样，其中一个症状轻微一点的男生愤怒地冲到了工作人员的面前：你刚刚给我们做核酸的时候，对我们做了什么？但他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，那些一根根医用棉签上竟然攀附着无数颗像是虫卵一般的颗粒。此刻的操场宛如地狱，排在第1个核酸点的学生全部死亡。所有人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：违反规则的下场极其恐怖。这时广播里班长的声音再次响起：本次核酸筛查结束，感谢同学们配合，现在请同学们回到自己的寝室，但注意，请小心回去的路。我拿出手机一看，群公告果然更新了：1. 宿舍的门禁时间是10点，宿管阿姨讨厌没有时间观念的学生。2. 操场到宿舍楼是一条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如果遇见岔路，请立刻闭上眼睛往前走。3. 不要抬头看路灯。4. 如果听到身后有人喊你的名字，请不要回头。5. 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6. 学校的保安穿着黑色工作服，如果你在路上遇见穿着红色工作服的保安，请立刻找一个安全地方躲藏起来。7. 学校里没有小猫，请不要相信猫。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9点40，这一段路程只有5分钟的距离，我们却走得异常小心谨慎。这时我突然听到宋妍惊叫一声：你们快看，路灯上面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美下意识的就要抬起头，却被我死死的按住了。我额头满是冷汗，压低声音说道：不能抬头看路灯。小美这才反应过来，我们压根不敢抬头往路灯上看。这时我感觉到宋妍缓缓凑到我耳朵边上，用一种拖得很长的极为怪异的声调说道：怎么不看路灯上面啊？我扭过头，看到宋妍瞪着眼睛，用力的抬头往上看。你看，我们明明都被挂在上面啊！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冷战，想要缓缓抬头。下一秒，我的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，是宋妍。她焦急地说道：你们刚刚整整站在原地不动了5分钟，我使劲摇晃，你们都没反应。我却一阵后怕，
差一点我就要抬头看路灯了。我刚要继续往前走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操场到宿舍楼是一个直行道，没有岔路口，两条岔路仿佛通往无边无际的黑暗，看不到尽头。赶紧闭上眼。说完，我闭上了眼睛，靠着感觉往前走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我听到小美喊道：“我们到宿舍楼了，你们可以睁开眼睛了。”我刚要睁开眼睛，却意识到不对劲，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跟着我们一块往宿舍楼走。要是真的到宿舍楼门口了，我肯定能听见进出宿舍的机器刷脸成功的提示声，但此刻周围死一般的寂静。真到了，真到了，酱汁，咱赶紧进去吧，这马上就要10点了。宋妍和小美都在焦急地催促我，我则没有理会他们，继续往前走。酱汁，你要走到哪里去？为什么你还要往前走？我听到他们大喊：“酱汁，停下来，睁开眼睛吧，酱汁。”刚开始，他们的声音还能维持正常的属于人类的声调，但随着我越往前走，那声音里夹杂着的恶意就喷涌而出。又走了不知道多久，我终于听到了其他人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声。这一刻，我知道我回到正常的路上来了。我猛喘一口气，睁开了眼睛，宋妍和小美都在我身边，我这才微微放松了下来。这时我听到了一声猫叫声，是从旁边的草丛里传来的。学校里没有猫，请不要相信小猫。我牢记这个规则，但脑海里却有一个蛊惑的声音在告诉我，去摸摸小猫吧，谁能拒绝小猫呢？我无法控制地往草丛里走去。这时一个女生比我更快一步走到草丛里，下一秒她的身影消失在了草丛里。草丛里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很快女生的脑袋从里头探了出来，我一阵汗毛直竖。女生的脑袋出现在了一个猫的身体上面，对着我发出尖细的猫叫声。我心脏直跳，不忍地移开视线，我的余光瞥见了一抹红色。小美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戴上了一个红色的口罩，戴浅蓝色口罩的才是人类。宋妍也发现了不对劲，她哆哆嗦嗦地说道：“小美，你的口罩。”小美愣了愣，她低下头看了眼自己口罩的颜色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什么时候？我忘记了，好像是刚刚有人说要和我换口罩，我就给他了。”小美说着说着，声调却逐渐变得阴冷下来。她去撕扯自己的口罩，但口罩像牢牢地吸在她的脸上一般，怎么也扯不下来。终于我听到了一丝皮肉分离的声音，口罩被小美硬生生地扯了下来。她把口罩递到我面前，阴冷冷地问道：“要和我换口罩吗？”我瞳孔骤然一缩，她手上抓着的哪是口罩，分明就是她的脸皮。我心跳陡然激增。小美摸了摸自己的脸，她又抬头望了眼宿舍楼的方向，最后我听到她发出了一声长叹：“回不去了啊，酱汁，我们一开始就忘记了一件事情。”小美突然靠近我，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凑在我耳边说道：“我都想起来了，小心宋妍。”我一下子愣住了，下一秒，小美跌跌撞撞地往操场那头跑去。我想要去追，却被宋妍拉住了。她颤抖着说道：“来不及了，只剩下1分钟了，小美她没救了。”我看着宋妍，小美说的那句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我脑子里：“小心宋妍。”社区规则：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。凌晨12点，小区喇叭突然响起，反复播放着上面这条规则。楼上邻居为表达不满，大声谴责恶作剧。可就在刚说满50个字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从6楼猛然坠下。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住了整个小区。我的天！我刚想惊呼出声，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转头一看，是我的合租室友小美。她一边比出噤声的手势，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敲字。没记错的话，加上之前的吐槽，你已经说了47个字了。而之前的广播的规定是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。联想到邻居大哥的惨烈死相，我不禁浑身一颤，头皮发麻。我靠！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重新敲了一行字。现在是49了。眼看事态紧急又诡异，我们急忙叫醒了另一个合租室友青青，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必须戴着眼罩和耳塞入睡，因此哪怕刚才的广播和怒骂如此大声，也没能把她吵醒。起床之后的她忍不住小声呢喃，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好在我急忙捂住她的嘴巴，才制止了她的行为，只浪费了3个字的说话额度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们3个人聚在客厅用手机打字交流，想要知晓业主群里有没有人说话，却发现网络已经全部断绝，根本接收不到一点信息。不过就算信号全部被屏蔽，报警电话也依然可以拨打。于是我们商量得出最精简的报警文案，由说话余额最多的小美来拨打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按下拨通键后，迎接我们的只有无尽的电流嘶嘶声。不知道是受了什么的影响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一起出门，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小区。可更加绝望的是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发现门上挂着一具身穿保安服的尸体，在他的旁边静悄悄地立着一副从未出现过的木牌，禁止离开小区。对于这条规则，我们3人都没有任何怀疑，保安的下场已经证明了一切，我们只好原路返回。中午12点，小区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，请注意，
社区规则介绍如下：一、社区每日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新规则于0点通过喇叭发布，请务必严格遵守，否则当场死亡。二、每当新规则产生时，上一条规则自动失效。三、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重复。四、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，严禁离开社区范围。五、社区规则持续时间为10天，10天后所有规则结束，仍然存活者方可安全离开。听完规则，我忍不住长吐一口气，在手机上敲下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这地方我们要待满10天。小美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而且要经历10条不同的规则，一旦违反就会死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轻轻挠了挠头，不能离开小区的话，食物岂不是也成了大问题？想到这里，我赶紧起身看了看冰箱，还好我和小美都有做饭的习惯，冰箱里备了不少食物，里面也还有很多，起码不会让我们3个人饿着。于是我回应道：“食物够我们吃。”小美却摇了摇头。小区里有这么多住户，天天点外卖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定会出现有人食物不足的情况。或许到后面几天，每天饿死的人都比死于规则的多。而且就算饿不死，饥饿状态怎么应付这么多规则？看了他写的话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千万不能向别人透露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储备，而且门窗也一定要锁死，防止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精神崩溃，做出可怕的举动。接下来的整整1天，我们都在窒息般的压抑里度过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尤其是我，只剩下最后一个字的额度，只要敢开口，就会当场暴毙。为了帮我管住嘴，小美直接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。而到了傍晚，一夜没睡的我困意来袭，双眼疲倦，却根本不敢趴下睡觉，生怕万一睡着后撕掉胶带说了梦话，就会当场殒命。在精神紧绷的状态里，我只能全程盯着时钟，期待它能走得稍微快一点。好在后面没出现什么意外。在我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，午夜的钟声在整个小区响起，0点到了。第2天的规则终于响起：社区规则2，本日睡眠时间超过3小时者死。听到完整规则后，我气愤极了，只想回家找妈妈。这规则是针对我的吧？精神紧绷整整1天，就等着规则刷新睡个好觉了。新规则居然限制睡眠，一股不忿的念头涌到心间。我终于忍不住撕掉嘴上的胶带，破口大骂起来：去你的狗屁规则！反正新规则产生之后，上一条规则就会自动废除。我现在不管说多少话都不会出事，可还没骂几句，喇叭里竟又传出了新的话语。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示意我仔细倾听。请注意，社区原有人数600人，首日规则后存活531人。此言一出，我们3个都冷不丁打了个寒战。短短1天时间，小区里居然死了69个人。那第2条规则我们又该怎样度过呢？好在青青的思维比较敏捷，他制作了一份精密的睡眠排班表。为了避免一次性睡完3个小时，青青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额度都分成了5份，每份半个小时，分布在凌晨、上午、下午、傍晚和深夜。多余的半个小时则是预留出来的保险缓冲期，避免有谁因为犯困忍不住打盹超出了睡觉额度。我们3人的休息时间全都交错开来，以便相互监督。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，我不禁有些感慨，也不知道今天会死多少人，估计会比昨天多得多。这个规则看似简简单单、朴实无华，但其实非常凶险。睡眠需求是人体的生理本能，越是疲惫紧张就越难抵抗。接下来的1整天里，我们都严格遵循青青的表格，轮流睡觉。已经2天没合眼的我总算得到了短暂的休息，戴上眼罩后根本不用酝酿，我便迅速睡去。只可惜这样舒服的睡眠只能持续半个小时。临近时间节点时，我被小美和青青疯狂摇动，从睡梦中挣扎起来，喝了杯咖啡振作精神。等到上午9点时，才终于迎来第2次睡觉机会。如此反复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小区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想必都是因触犯规则而死去的人。在紧张忧虑里熬过24个小时后，总算等到了午夜钟鸣第3次出现。社区规则3，本日看到阳光者死。请注意，2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397人。第3天的核心是阳光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次的规则总算不涉及睡眠和休息了。现在是0点整，最近我们这里日出的时间大概是6点50，咱们在6点之前把门窗全部封死，应该就不会出事了吧？小美点了点头。之后的1整天，我们想睡多久都没事了。随后我们分头行动，将每一扇门窗全部都贴上了黑色胶带，为了避免漏光，更是对缝隙的位置多贴了7、8层。最后我们又用木板把每一扇窗都彻底堵死，以免规则使坏
突然刮起大风，把玻璃给掀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客厅就像是一个深邃的黑洞，我终于安心钻进了被窝里，沉沉睡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。阳光最盛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好几道凌乱的脚步声，如同幽灵一般在楼道里乱窜，不停地敲门踹门，甚至用指甲刮出刺耳的声。被动静惊醒的青青也凑了过来。这个社区规则实在是太恶毒了些。第1天的规则束缚了居民的交流，第2天的规则又限制了居民的睡眠，第3天的规则连阳光都要剥夺，这样居民们会因为食物、水、求生等因素变得癫狂。虽然同情，但为了避免外边的人做出过激行为，我们只好合力挪过来一个高大的衣柜抵在门口。之后的半天时间，我们再无睡意，3人只能牢牢守在门口，听着那些惨烈的哀嚎以及各种砸锤撞门声。终于，发布规则的喇叭再次响起，请注意，3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299人。社区规则4：当日凌晨1点以后，凡是在镜面中看到自己的人，这个规则和第3条类似，需要把所有能够映照人像的东西全都封起来。不过只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大块的玻璃窗本就处于隔离状态，不用再管。我们将电视机屏幕、冰箱表面密密麻麻缠满了胶带，同样也包括手机、电脑这些电子产品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整间屋子都陷入了彻底的沉寂，我们3个的话语也越来越少，甚至不敢对视。这样的麻木持续了24个小时，直到午夜钟声重新响起。请注意，4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262人。社区规则5：当日至少跨过2万级台阶，违者死。听到这条规则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条件有多么严苛，而是感慨终于不用困在窒息的黑暗里了。没有等到天亮，我们便直接走出了屋子。可刚打开房门，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。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，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。想到这，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开始一步步爬楼梯。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，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仅仅是6000阶，我们3人就筋疲力尽，双腿抽搐，瘫软在地上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，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。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。人多起来之后，紧张感略微减少，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。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多走了1000步。艰难地回到家后，没等我们喘口气，午夜钟声准时响起，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。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，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，突然呼吸不畅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。请注意，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。社区规则6：当日中午12点，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，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，违者死。听到这个规则之后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，这么简单吗？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仁慈过，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。临近11点，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，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，30-40人一起研究，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，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那是什么？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。仅仅是3秒之后，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。待它们飞得近些，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只身形庞大的怪鸟。显然，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。小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？恐怕是的。”果然，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，一边盘旋，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，对准人类扑击撕咬。它们速度很快，爪牙异常锋利。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，更不用说抵抗。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，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。这一幕看得我肉疼，忍不住回头瞥向下楼的通道。没等我行动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先我一步跑向通道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巨大怪鸟抓向高空。看来没到12点10分，绝对不能下楼。面对怪鸭一轮又一轮的袭击，我们只能疯狂逃窜，哪怕是一直相当冷静的青青，此时也难忍惊惧。难道说规则觉得前面几天的死亡比例太少了，开启了杀戮模式？还好小美还算冷静。我觉得社区总规则里既然点明存活的可能性，就不会设置绝对意义上的死区。我们留心观察，
或许能找到破局的生机。我刚想点头附和他的鼓励，却看到一只怪鸟朝我们的方向飞来。见状，我急忙伸手呼喊小心。可惜我的叫喊晚了一些，怪鸟第一时间攻击的竟然是跑得最快的青青。青青的肩膀顿时被抓出几道疤痕，疼得青青原地蜷缩起来。小美见状，迅速拿起一根木棍反击，赶走了青青身上的怪鸟，接着冲我大喊：酱汁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定了！眼看怪鸭在头顶越聚越多，我的心也坠落到了谷底。绝望的我，甚至想闭上眼睛迎接死亡。不对，怪鸭吃人的行为好像是有规律的。周围满地都是住户残破的身躯，有些已经成了白骨，被吃了个精光；另一些的身躯则相对完整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怪鸭并不会吃那些已经躺下的住户。念头一转，我猛然想通了一切，立马朝着青青和小美高声呼喊：他们有视力缺陷，怪鸭喜欢攻击活动敏捷的人，躺在地上就会没事。说完之后，我也立马原地俯身趴下，把身体死死粘在地面，足足在心里默数了半分钟，竟都没有一只怪鸭找上门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幸存的住户都学着我的样子，死死贴紧地面，不敢动弹分毫。怪鸭们变得茫然失措，突然没了目标，只能在楼顶一圈圈的盘旋。随着12点10分的到来，它们仿佛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，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。轻轻捏着仍在疼痛的肩膀，冲我微微一笑：幸亏你找到了破局关键，不然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渣了。休整1日之后，我们迎来了第7天。请注意，6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36人。社区规则7，当日必须前往1号楼第10层乘坐1次电梯，违者死。第6次规则后，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。而第7天的规则，诡异程度丝毫不减，天知道电梯里面又会有什么恐怖的存在。这一次的规则没有限定时间，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越是不限时间的规则，我们就越要第一时间赶过去。小美附和道：上一轮的经历已经证明，在凶险的规则也存在着一线生机。我们越早过去，就可以观察到越多样本，这样就能推断出电梯里的生机所在。1号楼是我们小区里最高的主楼，足足有20层楼。我们3人走到1号楼底层后，尝试坐电梯上楼，却发现无论怎么按动电梯按钮，梯箱都稳稳地停留在10层。显然电梯已经被规则动了手脚，只有从10楼才能进入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爬了10层楼梯。抵达10层之后，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电梯，而是选择躲在附近的走廊角落，悄悄观察电梯的情况。不到10分钟，就等到了第一批抵达电梯的住户。那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在门前踌躇犹豫了很久，才终于按开了电梯。里面极其平静，空无一物。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们总算是放心地走了进去。我们则凭着呼吸，目送他们2人的身影消失。我猜电梯一关闭，里面就会出现比怪鸭还恐怖的东西。然而关门之后，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突然开始变换，经过一阵跳跃，楼层数字从10变成了3，随后电梯便迅速下降，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，从10层冲到了3层。惨叫声、碰撞声从电梯门外隐隐传来。再度归来时，梯箱里已经是2具发软的尸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了。这样的死法和处以极刑有什么区别？又等了3分钟后，新的住户走上了楼，这次是一个穿背心的大叔。等他按开门，我们惊奇地发现，那对情侣的尸骨居然已经消失不见，电梯仿佛回到了最初状态，而大叔也像前面那对情侣一般走进了电梯。这一次，显示器的数字变成16，电梯猛地上升，同样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呼啸而去，钻到了16层。大叔不出所料变成了梯箱里第3具亡魂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们沉默了许久。所以说，这个电梯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选中一个楼层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刺过去，恐怕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必须随机到上下3层以内才有可能存活吧？这个规则也太考验运气了。然而青青却说，往上3层恐怕也悬，要知道经历这样快速的冲刺，向上比向下还要可怕。后续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又蹲守到了3批住户的踪迹。先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，她极其幸运，随机到了9层，仅仅需要下坠1层，哪怕速度快，但也只是有惊无险。女大学生高兴地从电梯中走出，而后面的2拨人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一个年轻人倒霉地抽中了2层，电梯急速俯冲，送回来一堆渣子。最后一批人是4人同行，3男1女一起进入，随机到了15层，急速上升之后，同样没有1人幸免。这一关太难了，能活着走出来的只有女大学生1个人。正在我陷入沉思时，轻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。去电梯。我和小美都有些莫名，怎么了？先进去再说，不要被人抢先了。
就这样，我们一头雾水地进了梯箱，看着电梯门慢慢关闭，显示器上的数字开始跳跃。几秒之后，数字终于定格，它停留在了8，随后便开始下降。极快的速度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重感。不过好在仅仅只有2层高，对我们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重创。回到10层后，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，忍不住向青青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安全楼层的？”青青解释道：“电梯的关键就在于7这个数字。7，没错，就是7。这些楼层数字看似随机，其实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下降7层。第一次那对情侣的3层是初始楼层的10层下降7层，而我们如果把每次下降到底层都是做一轮循环，重新从20层开始，那么第3层下降7层就是第2位大叔的16层，第16层下降7层就是第3个女生的9层，第9层再下降7层就是青年的2层，2层下降7层又到了那4个人的15层，所以我才如此笃定这一次的电梯会再度下降7层，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第8层。”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都惊讶地捂住了嘴。电梯规则的背后居然是这么简单的规律。度过安稳的20多小时后，第8天的钟声终于响起。请注意，7日规则后社区存活9人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已经在恐怖的规则束缚中待了7天7夜。在紧张的氛围里，我们又迎来了第8日的规则。请注意，社区规则把